第2季，你正常吗？如果你正常，你要喝脉动；如果你不正常，你更要喝脉动。我们的节目是由保你状态丢神不在的脉动冠名播出，欢迎我们的艾乐。好开心哦，非常开心。今天来的这一位呢，有很多人觉得他不正常。对，听说他好像不是来自地球的。对，有人说他是来自这个火星的孩子。哇，那今天有的是机会啦，因为这些问题很有可能挖掘出他真正的模样。对，马上欢迎这位看起来也很不正常的朋友，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宾华晨宇。人气王，太可爱了。要有多妙？就是他来录节目的这一天发了新歌，跟我们的节目完全名字可以连起来。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我管你。我管你的。你看，你正常吗？我管你。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好，来两位，请入位。好了，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网友队，欢迎两位。我没有过人的美貌，但是我有一流的个性。我是王蒙，我为大女人代言，小鲜肉都爱我。很多人都说我不正常，还有人说我长得像肥肠。那我今天来这边呢，就想告诉大家，其实我是男生的好兄弟，女生的好闺蜜，我是小芳芳。欢迎两位来，多可爱啊！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两位呢就要联手的来跟我们的明星队对抗了。如果是我们明星队输了的话呢，如果明星队赢了的话，老师，您现在在状态之内吗？今天你知道我们的导演特别真诚的拉着我的手说，第2季他们真的需要赢一次。有啦，有赢过1次啦。我知道，然后我就脑补了一下花花会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表现。然后我就拉回了导演的手，我说难。那今天输了不能你要一个火星来的孩子去猜测大多数网友的选择，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没关系了，我觉得我们走着瞧嘛，好不好？我们来看第1轮的游戏规则，来，请看。在这个奇葩横行、屌丝逆袭的年代，你竟然还在为自己的某些想法感到羞羞的，认定自己是非正常人类，你造吗？上千万网友参与了腾讯数据大调查，如果超过50%的人答案和你一样，那么太逊了，你只是正常的；如果不是，那恭喜你，你是超有个性的少数派，我们称之为不正常。第1轮规则超简单，2队猜测数据大调查结果，答对都可赢取红包，答错的话无所谓喽。尼玛，节目组真是太土豪了，我们快做朋友吧。第1题，你根本不懂我的感受，2000元，主动帮女朋友们。发现你愣住了。Ella， 帮我读一下这题，有几个字我不认识。我认识，买姨妈巾。哎呀！等一下，它就是卫生巾对吗？对啊。他的确是从火星来的啦，给他一点时间适应好了，我们不要勉强他啊。这道题我们只问男生的，我觉得太不正常了，因为他的题面是主动，我瞬间想到一个男生提了个篮子在逛超市，你知道吧？然后走到那边卫生用品一看，哇，这么多品牌，哎，日用的、夜用的，哎呀，还有棉条，那一样来一个，回去要跟女朋友说，亲爱的，你明天亲戚就来了，这是我为你买的。你这个大混蛋，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做这种事情你也太丢脸了吧你！这个很变态好吗？不过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有一点吃惊，因为我有见过它包装起来是小小一片嘛，对不对？但我没想到打开来比我想象的大好多。我想问一下方佳怡，你怎么懂这么多？你看一下，因为我就买过呀。啊，你买过啊？我真的，我第一次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我10岁那一年。那天我正在写作业，突然就听到我妈在说：“原来你过来一下。”我说啥子事妈妈？她说：“哎呀，妈妈肚子痛，你快点帮妈妈去买包卫生巾。”我就拿着这5块钱，每一步都走得好忐忑，我都涨红了脸，走到我们楼下的小卖部，然后我就说：“何娘娘，买包卫生巾。”然后何娘娘就看着我就说：“
哦，给你来包素尔美，我就直接拿到手上的，而且离我非常远。走到家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脸面可言了。我觉得正常的，正常，正常主动。对，因为其实刚刚芳在讲的，她说的是主动，但其实她还忽略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女朋友。对，所以。先不说女朋友，首先你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如果她要是能够跟你主动讲她生理期到了，那如果你在追求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主动去买了。可是这很诡异耶，男生主动记女生的生理期是什么目的呀？他在算什么安全期什么期吗？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从男生的角度来讲，真的一定要把那个日子记清楚。那个时间的女生，第一她会不舒服，第二她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有些平时可以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是不能做的。而且女生的那个生理痛，对，有人形容过，就像有人踩住私处然后碾压。他形容太好了。所以你说主动帮人家买个用品怎么了？人家那么痛，对不对？那我们问一下花花，你有曾经主动帮妈妈买过吗？我有帮过我以前的女朋友买过。买的时候是带着像人生大冒险的心情，还是说我就是去超市买一个生活用品回来的？对，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一进去就很直接的。比如说对面就是那个便利店的老板，对，然后我说小弟弟要什么呀？阿姨你好，就是。阿姨。什么？你要买什么呀？美女你好，就是。就是我想帮我女朋友买卫生巾，然后量多还量少呀？就是我不是很懂这个，然后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有吃饱没吃饱？他就是来了。好吧，那你每一样都拿一包吧。好，那就每样来。好好笑哦！那老师，如果是你要怎么买？就是有一次在曼谷，然后呢，我就在便利店里大拉拉的在那逛的时候，突然就看到有几个可能是认出我，他们就拿着手机过来要拍，我就赶快就。突然就后面就哗就一片笑声，然后我说笑什么呢？然后我抬头一看，这么近，一墙的那个你知道吗？各种的想说就要被拍下来。著名主持人出国，豪购，豪购。何老师，您这岁数还跑去曼谷豪购姨妈巾，您吃得消吗您？我现在已经40岁了，我到50岁的时候，甚至60岁的时候也没有问题。绝对没有男人天生会帮女生买卫生巾，教的对，一定是有一个男人主动跟一个女生买卫生巾，一直被他前任各种调教过的女人，比如像花花现在可能也会帮下一任买，对吗？因为被前任已经就是不要杀我，被前任已经买过有类似的经历，才会跟他们的想法就是下人就是我啊。你们俩太懂了，对，那边是花太太那边。还有一点，我觉得男生还要买，可能还是在热恋期。就某些目的没有达到，就讨你欢心。他3年过后，我觉得一定不会帮你买了，因为已经该干的都啥都干完了，就不会再那么贴心干一些事情。我好认同他的说法，我觉得我们俩是同一种人，你知道吗？对，因为我觉得女生自己东西要自己买，你叫男朋友买干什么呢？但是如果你要求男友要这么做的话，其实你就是故意想要挑战这个男生。他是指男生主动。这个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因为刚才花花提醒了，是帮女朋友。如果这个男生，我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女生，假如说是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女生，如果刚好她交往的这个男生就是个穷，说不定反而就可以，以卵击石，买个便宜的东西，反而就能感动这个女生，剑出偏锋。对，这种男人就是穷中的心机婊，心机婊中的战斗机。对，没错。那接下来你要给我一个结论，3、2、1。好，有趣了，因为答案只有一个，请看。不正常。不可能正常吧？这件事情哪儿正常啊？这个男人怎么了？燃起一丝希望，有没有？而且这次是谁主导的？
其实我对这个结果也很意外。中国男人都怎么了？也很。刚才你们注意到那个数据，54%的网友。那么统计呢，曾经做过这件事情的地域性的这个差别里面呢，是湖北的男人比例最高。啊，我是湖北的。真的？对啊。第二题，请看。然并卵。那个卵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现在流行的，年轻人说就是你做了一个什么决定，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好，来我们看一下4000元的这道题目，请问曾经对关系好的异性朋友产生过幻想，这正常吗？曾经有一个异性的朋友，我会知道他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跟他有想过、幻想过要跟他再进一步或怎么样，甚至会什么性关系或都不会，因为关系好一定是你们已经相处了很久，已经了解了，对不对？就会觉得像好哥们儿，就是那种啊搂搂大家，因为关系好，对对，所以就是没有不在意这些。花花，你有对身边的就是姐姐辈的女生产生过幻想？其实我没有，从来都没有。我觉得要不然就在一起。不应该对比如说我是男生，我就不会对一个女生，这个女生跟我关系特别好，特别铁，然后我就觉得那就不会往其他的方面。对，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这回事情。对。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觉得太正常了。我从小幻想到大呀。可是是关系好哎，关系好幻想会更正常呀。真的吗？所以你想可以随便想，不一定是性幻想。男人可能大部分这么想，但是我们女人可能大部分不一定啦。但女人我觉得会。精神层面会多一些。我喜欢一个男生或者对我幻想，不一定他长得有多帅，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抽烟那个动作或者一个背影，就是哦，好帅。关系好的异性啊，分2种，一个是关系好，并且他长得漂亮的异性，有一种是关系好，但是他长得一般的异性，哎，这个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刚好我喜欢张馨予这种类型的女孩子，那我刚好有个这样的异性，那时不时我跟她喝酒的时候偷瞄一眼，哎呦，好漂亮呀！你怎么可以让人家懂这么久？她肯定会有这样的幻想，但是如果长得是贾玲那样类型的女生，那我就是再给她喝得烂醉，我就说来，我们排练个小品吧。来找我演戏对吗？来吧。我永远不会想到那边去嘛，所以我觉得关系好这个颜值很重要。对，那如果是以你来讲，你对哪一种对象是会有幻想的？幻想应该是刚认识的时候，觉得这个人还蛮不错的，然后还蛮来电的，然后就或者是所以你的关系好这个是因为关系好一定是你们已经相处了很久，了解了。对啊，我的想法跟他一样。对，我觉得网友应该是觉得他是正常的，是哦。虽然我觉得他不正常，但是网友应该觉得正常。我听他的。好乖哦。因为我不想再输了。怎么办？我也想听他的。我也想听幻想。我们都选正常吗？做出你们的选择，3、2、1。来，请看答案。正常。有63%的网友曾经对关系好的异性产生过幻想，那其中在这个年龄阶段里面是71%的31岁到35岁的年龄，这个幻想是非常高的。看来我已经过了那个幻想的年龄。好，接下来状态回来下一题，哈哈，不，这道题目6000元，为了不放屁而刻意不吃某一样食物，这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哎，因为你就不吃你也会放啊。对啊，而且人都是会克制的嘛，你又不可能就大放特放，哎，我来放。而且我又不是郑恺，就是那种放个屁全国闻名的那种。对，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谁会 care 我这个？王萌，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像你这样豪爽、这样特立独行的女生并不多。哎，我就是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呀。但是网友怎么想？哎，你就是普通网友，来，你说。我跟你说，对我就是普通的网友，但是我真的是做不到在众人面前放屁。如果是真的要发生，比如说我们刚才赢了，那个音乐很嗨的时候，就赶紧啊。
说那么安静的情况下，我还在答题，这个啊，怎么可以？太丢脸了！何必在乎这么多东西？就是我可能放着放着可以放出一首歌的旋律出来。如果你可能就是每个人都要放屁，但是你要为了这个不吃东西，你还是会放，你憋着。但是我觉得做人要有底线，这是我的底线。我是没有底线的意思吗？是的。再见。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从小我在班上啊，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非常的惨，他叫瘟疫。那个男生打小就爱吃胡豆、豌豆、土豆，你知道吗？他就真的很爱放屁，大家都要说他瘟疫，你又放屁了。瘟疫就说：“我坐第一排，怎么是我呢？”他说：“因为你放的屁是箭屁，可以射到我们最后一排来。”他从小被大家笑到大。所以我绝对不允许发生这样的行为。可是我真的有那种忍屁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们3个人一起上一个通告，那时候主持人正在讲一些很感性的事情，可是突然就一阵臭味，然后还下了通告以后呢，然后他们俩就说：“你不觉得刚刚有一阵臭吗？”然后就说是我放屁，然后他们俩就骂我说：“陈嘉桦，你在那种感性的时候放屁，你还是人吗？”我真的很多这种事情。后来之后，我只要放屁，我就说：“哎，对不起，我要放屁。”然后我就跑到很远去，然后我就这样放，然后拍一拍，而且要拍干净哦，不能带回来哦。想起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小伙子，他就在电梯里面，然后他就忍不住了，他就用那个手啊，在那个不锈钢的那个电梯的那个墙壁上面，这样去摩擦，你知道吗？然后顺便就放了。跟他同一个电梯有个老奶奶冷笑着说：“哼。”小伙子，声儿你是掩盖住了，这味儿你怎么解释？各位，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灵魂导师人生方向正确的指引华晨宇的观点。对我来说当然是不正常的啦，因为我那么爱吃的一个人啊。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正常，而且我觉得，如果从大众的出发点来说的话，大众应该也觉得是不正常的，因为现在对于社会上来说，太多人普遍都是吃货了，所以他们应该不会为了吃这件事大过天。对。接下来要进行判断了，来，请选择。我们的答案是不正常。不正常。我觉得成年人就是应该憋屁耶，除非你是个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真的还蛮爱放屁的，因为宝宝的肠胃啊非常的稚嫩。因为以前我有帮我一个表姐带过孩子嘛，她就是会容易，比如说喝了，比如说奶比较喝得多的时候，她咕咕叫，然后就，而且她放屁会一连放7个耶，就啵，然后我当时说要糟了，要出事了，这孩子糟，这一看，你以为孩子要炸了吗？结果就是一连串放屁耶。小孩子就可以原谅，但是既然你已经长大了，就是大家就忍一忍吧。我觉得是这样，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资料，就是有什么样的东西会吃了之后容易造成这个情况呢？洋葱、生姜、生蒜、薯类，就是红薯啊、紫薯啊这些甜食，因为甜食不好消化，豆类还有面食当中。就都含有很多基质，这个基质呢是会产生大量氢和二氧化碳以及硫化氢等等气体，而且吃了之后呢，会让你的肚子废气比较多，所以呢就会容易放屁。那小朋友是不一样，小朋友也是因为肠胃呢它比较柔嫩，所以呢它本身消化就没有成人那么强悍，所以呢有的时候只是喝奶粉啊或者吃一些东西呢，它有时候也会像刚刚说的那个连环小屁出来，也是蛮 Q 的哈。我们有一个短片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宝宝又拍肚腩成萌萌一哥啦。宝宝肚子大，可能是藏了一肚子气，但其实宝宝都是大肚小胃，尤其出生宝宝胃只有葡萄大小。哇！他们肠胃很稚嫩，消化能力弱，所以需要可以消化吸收的奶粉来呵护。来看个实验吧。左边烧杯是 A 加亲疏，右边是常见配方奶粉。乳白色的蛋白经过胃的消化，逐渐变得通透。A 加亲疏的杯子更加清澈，身为特有的 PHP 小蛋白分子配方专利，适用于25个国家和地区，易消化、好吸收，更利于宝宝发育生长。
所以呢，如果这个奶粉里面有这个水解蛋白的技术，可以帮助消化，对宝宝的身体更好。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放屁的多少和它的味道的臭与否呢，其实跟你的营养、消化能力是有关系的。如果是消化比较好的人，其实不太会有这么严重的胀气的表现。好，揭晓答案之前，先看街访 VCR， 请看。没有啊，从来不放屁呀，想吃就吃，彪悍人生不需要解释。怎么会呢？我放的屁从来不臭，对不对啊，老娘？会的。我一般不会吃豆子啊、马铃薯，因为我的屁属于大肠脏器，吃了之后美国会查的。不会啊，味道应该是不能控制的，但是你放不放屁，只要菊花缩紧就可以了。I do mind it。会啊。你不经意间会蹦出翔的。人类都是进化到食物链顶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并不会啊，我觉得吃不同的食物，就是你闻不同的屁和听不同的屁响，非常享受。享受1分钟的感动。不会，因为放屁有时候挺爽的，特定环境下它是一种不错的武器。不会的，因为我放屁没有声音啊。不会，想吃什么吃什么呀。放屁嘛，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你放得很臭，人家也不知道是你放的。Sometimes。好爽的笑容啊！万一你完了，网友们现在怎么那么放得开呀？让我用俄罗斯美女的笑。好，来看一下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请看结果。正常。我不管，下面以后所有的题听我的。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花花的？听我的。听花花的。听我的。听花花的。好，状态回来。那么刚才这题有78%的人不会为了不放屁而刻意的不吃某种食物。那么这一题呢是由懂英语爱宝宝的美赞成提供，美赞成 A+，助力宝宝全脑发育，肠道健康。第4题 ，Normal 实验室。再看我就把你吃掉，8000元的红包。来，请看这题是什么？全宇宙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身边经过一位波涛汹涌、令人心潮澎湃的性感美女，靠下半身思考的男人很容易掉进沟里无法自拔。但在女人天生同性恋的风潮下，面对一位性感无比的尤物，也会好色心起，变身女痴汉吗？Normal 实验室特地招募到男女各20名网友来进行测试，然而他们对于测试的内容并不知情。实验员会将他们逐个带到美女的身边，以测试男性和女性谁偷瞄美女的时间会更长。哈哈哈！六运性感美女，谁偷瞄的时间会更长呢 ？A. 男人 B. 女人。女人啦，因为女生看女生比较没有那么尴尬，所以她很敢看。可是男生会看，通常都是偷瞄的一个心态。而且当如果一个男生一直这样虎视眈眈的看着某一个女生的胸部，其实感觉会有点变态。我也觉得女人，因为男的如果看到一个美女的话，他应该只是想偷瞄一下，然后就会不是很敢看的。然后女的会去学他们的穿着打扮，甚至有人会看哪些地方是假的，就是会这样。我觉得其实艺人比较少有这种体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街上的时候，很少会有机会大来，哎呦这不错，是不是？所以花花你是会注意到这些的吗？我如果看到一个特别美的，我会看2眼，但是我也不敢多看。我跟你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女生都是侦探，只要来一个漂亮的女生，马上有一个无形的放大镜就出来了。这个眼睛真的假的？对，这个鼻子真的假的呀？他就不停的在比较，在分析，太多点要就 focus 了，就是他真的，所以男生是阶段性，女生是持续性一定会更长。绝对是男人了，因为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生物，女人的胸部跟屁股是最大的生化武器。
他们一看到那个东西，他就已经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原因，他就会一直看，就只要那个目光不对上，我估计他会看到世界末日，看到死的那一天。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好，那现在又开始纠结了。来，3、2、1，你们选了 A， 对，我选 A。我很想听花花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老娘就是要选 A， 她不敢反抗我。我不是不反抗，我让着你。谢谢啊。好，来看正确答案。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你都看了些什么？忧郁的眼神其实充满了犀利的杀气吗？很善于抓住重点啊，兄弟。你好，注意到身边有坐了一位不一样的人吗？我注意到了。你刚才有偷看他吗？看了几眼。你刚才看了他什么地方？就整体都看了。我那会儿在想，我说要不要跟旁边的女孩子聊一下天，但是我还是就没有那个勇气。你想认识她吗？可以吗？做个朋友们。可以呀。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吧。哎，又来了一个呆萌的男生，他也拥有犀利的眼神和温暖的笑容啊。尼玛，偷瞄竟然被发现了，好尴尬！可是内心涌起的这股异样的满足感是什么？为什么人家觉得好幸福啊？竟然，年轻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们未经世事的身体明显定力不足。那么，曾经穿越山河大海，也超过人山人海的大叔们，是否能抵住诱惑呢？大叔联盟啊！连音乐也激昂起来了，大叔军团加油！尽管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美女的存在，但是白帽子大叔随后完全展现出他阅尽千山的定力。大叔闪电般的按下了快门，似乎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哎，采访您2个问题。好，没问题，你说。您刚才在拍照是吧？啊，对。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拍了什么？我刚拍的这个就是酒吧的这个场景啊，这个场景我觉得很有特色，可以让我看一下吗？啊，没问题。这个很好的。这个图片很好的，就是这个有美女在休闲这个特别是因为我的主题，我有一个主题是。大叔，你不用解释，我们都懂的。尽管岁月给了大叔们无穷的智慧，然而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他们依然可耻地输给了本能。累计偷瞄时间已经长达1个世纪的成绩，会彻底碾压女性吗？首先上场的是一位清新可人的软妹子，好期待她和美女的碰撞，一定是咚咚的呢。我有我的姿态，等着爱的女孩承认失败不算太坏，属于我的爱为何还不来？尽管眼神很异样，但软妹子还是贡献了远远高于男性平均时长的分数。女人之间果然是每天都在上演《甄嬛传》呢。女人看待同类的眼神果然非常复杂，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还有这样但是和终极至尊眼神相比，这些并没有什么卵用。非常上场的矮又婆婆一般
慈爱的眼神注视着美女，即使遭遇对视也毫不退让，反而让被偷瞄的人不敢直视。威武的阿姨太厉害了，整个天下。经过1天对20位男性和20位女性的测试，男生们用不屑的眼神坚守了1分05秒，而女生们抱着各种复杂的心情，把热辣的眼神停留在了美女身上长达2分钟。如此意料之中的结果，您猜对了吗？恭喜迷迷队！我们俩今天是怎么了？今天真的很厉害耶！该听我的没听我的，该听他的没听他的。我就说了，一切都应该听花花的嘛。但是花花因为是外星人，我们真的是应该听他的。但是坦白来讲，其实刚才你们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对我觉得其实，在女人和女人对视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是羡慕嫉妒恨，有可能是欣赏，而在这种交织碰撞的情感里面，它不知不觉停留的时间就会更长。不是，我觉得最主要要怪的人真的是最后那位终极至尊，他看的时间太长了，要不然可能我们不会输的。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第2环节，我们看看大家到底谁能够发挥得更好。这是第2季的你正常吗？如果你正常，你要喝脉动；如果你不正常，更要喝脉动。欢迎各位回来，有保你状态丢神不在的脉动冠名播出的《你正常吗》第2季。同时呢，如果你觉得看节目不过瘾的话，还可以去下载我们这个《你正常吗》官方合作手游《脑力达人》来答我们的题目。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第2轮。我现在看到艾乐脸上全部是那种对胜利的期盼 ，yes， 和一种自信的光芒。全雷打，因为我有花老师。刚才我们的导演，我不知道是给他们鼓劲加油，还是真的是觉得爱之深责之切，直接冲到小芳芳面前说：“你们真的是史上答题答最烂的网友队。”都怪你，都怪你，怪你，怪你，你就怪你第1题不听我的。你们如果不团结的话，这一轮其实我们俩是更麻烦。好朋友，就是嫌我是吧？等着待会儿。好，来看第2轮的游戏规则，请看。终极 PK 的号角已然响起，谁能夺得8万元红包大奖，就要看各位的手速啦！2队搬动摇杆，争夺优先选择权；1队霸占某一选项后，另一队就不能再选啦。本轮得到红包多的队伍可以拿走2轮累积的所有红包，落后的队嘛，不好意思，你们只能拿着第1轮的红包 say goodbye 啦。好，第1道题目是。爱我就请抱抱我，我1万元的红包，来准备好，3、2、1，开始。怎么你也抢到了？我有预感，我今天要全雷打，我已经没有心情了。请问男人在别人面前落泪，你会觉得他 A 真性情 ，B 真不 man？ 这道题目呢是由懂关爱、成就更强大的男人多芬男士护理品牌提供的。这个很明显是 A 啊，因为没有人会觉得，就是会在别人面前哭的人是一个不 man 的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比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同学都毕业了，我们全班人在一起，然后就弄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趴，对，就像栀子花开，对。然后就是所有人都会感动的哭，然后班主任和什么都很难过。我觉得这个哭和落泪不一样，我觉得这边的落泪是指一个男人遇到事情他 hold 不住了，他崩溃了，哇，该怎么办呢这种是绝对不行，那就不 man 啊。男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解不下来扛过去，实在解决不了喝醉了睡一觉，明天继续解决，不能在别人面前哭。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要看长相。你说如果是吴彦祖这种帅哥在我面前哭，或者是花花这种萌男系在我面前哭，我绝对会一把按住在我怀里哭啊。但是如果是你这种长相在我面前哭，我一定会2巴掌过去，你爱干嘛干嘛。长得丑还不能哭啊？就是不配。我都已经不放屁了，我还不能哭。别搞我抽你巴掌的好吗？坦白讲，我们台上有个哭神。哭神就是你是吗？你吧。我们来看视频好不好？来。谁呀？今天有
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我就是我。这是哭神本尊，为什么要附赠一个我？好帅啊！我觉得哭是一件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享受。对啊。所以你觉得是真性情？对啊，因为流眼泪，你不觉得这是你还会难过，就证明你会或者是感动，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对啊。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评价吗？比如说有人会在网上说那个华晨宇，你不要再哭了，动不动就哭，显得好娘哦。会不会这样？不会啊。所以他们只这么说我是吗？对啊，胡老师你很爱哭，对不对？坦白来讲，现在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形，我可能不会哭得像那个时候。什么叫？可是我觉得很难说哎。现在有人叫哭成狗，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表情包。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是在别人面前，我觉得这个别人分很多种，一种就是大家我不认识的人，这个社会又不需要眼泪，又不相信眼泪，我在你面前哭干嘛？又没有用。第二，如果是家里人的话，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是家里的顶天立地的这个顶梁柱，如果你哭了，你倒下来了，那家人会跟着你的情绪崩溃，一起崩溃。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真性情，因为刚刚芳芳她说的是一个要很有责任心嘛，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或者是谁出了事情的话，其实所有人都很感动，那都会难过。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哭，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但其实如果你不哭的话，其实他们会更担心一些。对。你刚刚讲的一句话重点，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从小被教育，男生不能爱哭。可是，一旦他哭了，表示他真的崩溃了。就像有一次，我从来没有看我爸哭。他在他的好友的丧礼，带我们这群小孩子去他的那个坟前上香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谁，小朋友来看你了。”然后那一刻你就觉得，爸爸，我从来没看过你哭的，可是你那一刻脆弱，可见你有多伤心。您会觉得爸爸不 man 吗？不会，我觉得他很真心，而且你会很心痛。因为有的时候眼泪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或者放弃的表现，它有可能反而是一种很好的情绪的宣泄和表达。好，首先明星队锁定一个答案。A。其实我也想选真性情。王蒙，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是 man 的？这个一定是要有担当，说到的话一定要做到。因为很多男人就喜欢表一些虚的誓言啊，呸，我不信。我也觉得男人要有担当，而且要有肩膀扛得起来。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网友应该是跟我们一样选 A 吧。算了，拿走吧，钱拿走吧。啊，选了 B 对不对？我就想听花花的，可是我也没有资格。过场也不走一下是吧？哎，来走吧。啊，来分开啊，我们选 B。好讨厌，太欠揍了你们两个。到底谁对？先看街访 VCR。我觉得不 man， 因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如果男人哭的话，我会觉得很丑。Which is I think it's cute. It's cute. 我觉得还好，因为有时候男生撒撒娇也会被女汉子给宠幸。我觉得挺好的，他愿意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把这一面展露出来，我觉得挺好的。应该不会吧？那你会怎么办？让他抱呗，然后让他哭呗，然后摸摸他的头啊，拍拍他肩膀，跟他说没关系啊。会，觉得很怂，很娘啊。我觉得就默默的哭吧，不要在大家面前哭。我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男人的压力很大，即便是哭了是一种宣泄，我依然会觉得很 man。我有男闺蜜，可喜欢哭了，我一哭就说你有没有出息啊？男生哭什么哭？哭个屁呀！没有啊，我觉得男人哭的话是一种很真性情的表现啊，因为男人一般都比较要面子嘛，男儿有泪不轻弹，一般也不会就是经常这样，所以他一下子情感的爆发会让人觉得还蛮感动的，我觉得特别 man。那么到底谁对呢？不想看了。更多网友的选择是。
60%的网友认为男儿流泪也是一种真性情的表现，更有86%的女人都选择了真性情。那么其实呢，对于男人表达一些细腻的情感，或者说是愿意展露自己柔软的一面，现在社会是越来越包容了。觉得男人的强大并不见得就是我封闭我的情感，或者表现我的粗糙。所以呢，我想每一个细心体贴包容的这个男人，都是有机会获得更多女人的青睐的，好不好？好，状态回来，下一题，来看一下这道题。一道吧，那我们赢一道好吗？这道题是，你这个混蛋啊！这道题目2万元，做好准备，3、2、1，开始。我跟你说，下面这题不见得一下能答对，很难，加油啊！来，请看，下面哪种同事让你避之不及呢 ？A. 八卦小喇叭 ，B. 马屁精 ，C. 猪一样的队友。哎，这个题明显选 C， 你 C 呀你们不可以选 C， 不可以，因为我就是 C 那种，你们要同情他。其实我也是 C。所以我觉得猪一样队友真的是，你看身边也有一个。我觉得其实，在职场上遇到有心机人比较可怕。所以我觉得 A 跟 B 很难选，因为这两个都心机比较重。但是 A 一个小小的消遣，但你不是真的想要去伤害那个人。其实我也是个八卦者，但是呢，他后面有个小喇叭，小喇叭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是自己说，他是要传播开去，这个就危险了。所以我觉得 A 这种人是对，应该是要就是不要和这种同事接触。对，我就是怕这种。但马屁精就是有点有目的的那种，那这种心机比较重的人，我就会比较怕。马屁精就是个人爱好，有些人真的就是他是天性喜欢表扬别人，他就爱表扬别人，说哇发型超美，爱到超漂亮，哎更好听哦，主持超棒的，他就是这样的个性嘛，就是他也没害着谁，对吧？可是猪一样队友是因为他比较笨，所以你可以用你比较好的能力去包容他，或者是帮助他，让他成为神一样的队友。或许有一天，但也有可能一直都是猪。对，哇，经过你们的讨论，现在 A、B、C 都好像很对哎。对啊。好，花花一直在沉思。花老师，请指教。这个我还真的有点不太清楚。什么？花老师，你瓦解了？不行，我需要你，我是猪一样的队友啊。没有，回神，状态回来。没有，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职场，所以。哎呀，猪一样队，这真的难选。就是身边那一位，你想要选 C 吗？不可以，这个侮辱我呀！你不是啦，你刚刚我们两个配合的很好，因为你能够抢到。如果用排除法的话，那 A 应该不会，就是因为八卦其实还好，同事之间还蛮喜欢聊八卦的。然后马屁精就是拍领导马屁嘛。对。生活中，我知道我学校里面有同学，他们每天都去拍老师的马屁，但是这样的人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并没有招来什么，反而这样的人都会对马屁精避之不及，是这意思吗？对，因为反而需要有些事情，比如说要找老板或怎么样的话，也许会通过这个人。哦。但猪一样队友的话，就是当我们要完成一个业务或完成一个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他说，那你去找一下你的团队或怎么样，然后我会想不到找这个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等于你把他已经屏蔽了。对，所以这个人自然而然就脑袋里面大脑就避掉这个人了，避之不及嘛。花老师今天说什么是什么，我信你。C 吧，我想的是 C。我们的答案是 C， 但是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猪一样的队友。我跟你说，我和你现在是衰到家了。你现在是比较倾向 C， 但是 C 被人选了，我比较倾向八卦小喇叭。我跟你说，我们俩都不靠谱，不要理我们俩自己的，我们选 B。你确定吗？你听我的。反正都已经输那么惨了。3，我不想掰，自己掰。2、1 ，B。好帅这一刻。小芳芳刚才好帅，他的逻辑是上次听我的错了。听他的，再听你的也错了。这回谁都不要听。我们选一个没人选的，先去掉一个错误的答案。哦，不是，幸亏没听我的。那么关键到底是网友队对，还是明星队对？B。
道题目呢，其实有60%的人都选择了马屁精，有25%的网友选择了猪样的队友，只有15%的网友选择了八卦小喇叭。因为现在呢是明星队领先，那等一下最后一题我们5万元的红包归谁很重要，因为没有拿到5万元的那个就要回到刚才第1轮的成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网友队是4000元。最后一题 ，Normal 研究员，荷尔蒙4件，5万元，先来抢了，3、2、1，开始！我操！怎么回事？这道题目。是第2季你正常吗？有史以来尺度最大的题目。出题的是同道大叔，随时帮你找人倾诉，分分钟让你躺枪，千万不要认识的星座控。请问，你认为恋爱多久以后可以啪啪啪？天哪，这能聊吗？聊。A 3天。B 3周 ，C 3个月 ，D 3小时。这哪有谈恋爱啊？快说！啪啪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对对，要说出来哪个啊？就是上床是吗？大家不要简单以为这就是在讨论床地之事，这其实讨论的就是现在的网友们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难决定，因为呢，你感觉来了就趴了，真的。是如果你时间拉太久，又觉得好像这个人是不是对你没什么感觉？我是觉得差不多2个月啦。你跟你先生是多长时间到本垒？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啊，他在发烧感冒，他都不准我就是太靠近他，所以我们有把暧昧期拉长。然后我们好像，可是感冒一般1周就好了嘛。等一下，听我讲完。后来呢，好像是1个多月的时候。你看你自己。你觉得来，花老师？请问您都多久呢？如果我是一个宅男的话，我如果遇到一个人跟一个人谈恋爱，会是，我觉得是3小时。花花好棒！花花，我现在在你脸上看到3个字，我管你。对啊，我管你。为什么？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都能接受。可是我觉得3个小时真的太夸张了吧？如果是早上认识的话，可能会要时间长一点；但如果是晚上认识的，也许3个小时就。我的妈！我觉得话说的有道理。尺度也太大了吧？没有，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所谓人生要及时行乐嘛。你们俩确定了恋爱关系，你们就是互相爱着彼此，那你要啪就啪嘛，有爱就来嘛。分享我的经历，你们肯定现场没有人信哎。什么？就是我前男友跟他谈了8年，然后我们在第5年才啪啪啪的。啊，真的。等一下，是不会是吗？真是不会，就是没有，虽然看过了很多岛国爱情动作片，但是你要是自己实战，真的是不会啊。然后我们俩第一次那什么还是喝醉酒不小心，真的。好了，没人 care 了。然后我的重点就是当年的人可能就觉得就是时间长一点，他们会觉得你认为恋爱多久可以哦？可以。不是说他自己本身的经历，3小时不可能3小时根本没有恋爱可言。3小时就是约呀，对，是大保健之类的。3小时如果遇到塞车还不够，赶不到现场。对，那3天真的也有点太夸张。3周跟3个月有一点点难选。所以现在关键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到底他们的恋爱速度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那就听我的哦。听你的。哎呦呦，花老师要听我的。好。完蛋了，我会不会最后结局又很惨淡？你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3个月，就是1周如果见1次的话，那3个月你才见10几次哎。那如果你见第3次就啪啪啪，那是不是也太快？不过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男人都是这种，你知道，就是
干柴烈火，你懂吗？就是你想控制，你控制不了，就你知道。可是如果一个男生如果这么快就想要得到你的话，那他很快也会对你没有兴趣。我觉得关键是当下，现在已经2015年了，现在网友的思想那么前卫。你想很多宅男网友们本来就是长期有点压抑的感觉，好不容易谈个恋爱。那3周是刚刚好，就是这个时候男生也特别爱你，特别想得到你。那女生之间都会传一个小秘密，就是不能那么快让男生把你得到哦，要把他勾住哦，要欲拒还迎。但是呢，这个勾的时间就是问题了，太久，就男生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勾我。好，对，大声锁定你们答案是 C， 3个月。好。哦，我觉得我选 B 吧，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对，因为在 A、B 第3个选项当中，只有 B 看起来合理啦。我们也只能选 B 了。请锁定你们答案是 B。好，来，先去掉一个错误答案。再去掉一个错误答案。有机会。答案就是真的也太久了。恭喜明星队！66%的网友选择了3个月。19%的网友选择3周，9%的网友选择3天，6%的网友选择了3小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18到22岁的年龄选择3个月的比例最高，高达70%。所以年轻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冲动。恭喜我们的明星队！也请我们明星队赶快给我们网友队一个拥抱。他们现在才4000元的红包啊！请号码滚动起来，我们的网友呢将会评分我们明星队为你们获得的8万元的红包。好，恭喜这10位网友。那么在这里预告一下，第2季的你正常吗？我们的最后一期呢，将会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准时上线。你的实时答题会在线改变我们的结果，2个小时全程无尿点的直播等着你来关注。好的，如果你正常，你要喝脉动；如果你不正常，你更要喝脉动。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保你状态丢神不在的脉动冠名播出。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专为男士定制的多芬全新男士护理品牌，也感谢最正常的媒体合作伙伴中新网和新华网。感谢可以让你脑洞大开的独家战略合作手游脑力达人，可以让你1分钟拍大片的美拍视频专区，可以提高生活逼格的 Zucker 新闻客户端。感谢正常和不正常新人都用的出租车内的互动媒体触动传媒。感谢每天让你做好一点的滴滴打车。感谢最不正常的出题合作伙伴0点咨询公司。感谢让你要的现在就要的 QQ 浏览器。现在用电脑 QQ 浏览器看你正常吗？做正常测试就有机会获得独家大礼，更有机会参与你正常吗的最后一期的直播录制。太开心了，太棒了！谢谢你带领我。但是呢，我们这里有一道测试，可以测出说你到底是正常指数到底是多少。这个是我可以自己答了，对不对？对，这是完全是属于你自己，你不用去想别人怎么想。你有一瞬间想过要整容吗？没有。不是，我觉得整容这个最多就是觉得好玩吧。好玩。就是你突然可以给自己换张脸，你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吗？像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要去隆胸。好，下一题。好啊。你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会把屁放得很大声吗？会。我也会。对。我每次如果要是跟自己关系很近的人，我即使没放出声来，我也会跟他们讲。那你会跑到旁边放吗？还是就在他面前放？就是很随意的。因为我觉得屁味没有很难闻。你会选择哪一种人做你的伴侣 ？A 和你性格一样 ，B 和你性格相反。性格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
讲话会简单一点。可是你不觉得这样的状况久了就会变成两个人只是很好的朋友？不会啊，其实过日子的话，时间长了，慢慢两个人习惯了对方之后也会。也是啦，也是你这样讲是没有错。所以你自己呢？你在择偶上面的条件上面，就是看感觉。我自己个人会偏向于喜欢那种很简单的一个女生。如果我觉得这个人的眼睛特别干净，就是那种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然后我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我所谓的干净，并不是指他什么都没有经历过，是指的是他可以经历过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但他跨过来之后，他还维持那个纯净的，他看透了很多东西，我就觉得这种我还蛮欣赏的。哦，你的好基友一夜暴富，你会不开心吗？不会。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吧，就是我不在意那些物质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乃身外之物，你感觉很重要。对，就像如果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有钱，我也不会因为他有钱而去跟他玩。不会这样。你总是在大商场里面或者是机场里面走丢吗？我觉得你是吧？我好像会走丢。弟弟呢？花花，他怎么老是走丢啊？来一根绳子吊你。因为我很少去商场，记得我去逛街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那个出口。那我问你，你会自助旅行吗？我目前没有一个人还没有这样过，但是我想这样试一下。对，所以你不怕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走丢啊？不怕，因为我觉得丢了是一件还蛮爽的事情。对，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对不对？因为一个人旅行，你并不是说你要给自己有一个计划，对，你即使丢了你就可以睡在马路上，其实这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对，也是一个很新鲜的。对，很享受，我就觉得。你的初恋如果再一次的追求你，你会答应吗 ？A 会 ，B 不会。不会。如果我的初恋这么多年下来，大家肯定是有变化的，然后我的人也有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在一起的话，可能感觉是不对的。那我为什么不把最好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脑袋里面，留在回忆里就好？对，我觉得那是偶尔回想一下，说以前还谈过恋爱，是很美好的那种感觉。你曾经在接吻的时候睁开眼睛吗？一定有啦，你有吧？但是我想不起来是睁眼还是闭，好像是闭着眼睛的吧？闭着眼睛，所以就是你没有了。我忘记了，因为我没有去在意过这个事情，好像。你太注重感觉了。你会嘴上自称屌丝，心里根本觉得自己不是吗？屌丝就是很邋遢的一个人，是吗？应该是吧，因为其实对于这个词的定义，我也不是真的很清楚。对但是我觉得我还蛮邋遢的。所以你其实你有点屌丝。我生活中就是一个很邋遢的，因为我特别随意。所以你不是这种人，你觉得你是屌丝？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屌丝，你就是个屌丝啊！对。OK， 你被异性朋友无意间打到过私密部位吗？私密部位。就是异性朋友，女生打到你，就是那里。对，没有，没被打到过。没有。你知道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很爱乱打男生的脸。那你们男生之间应该也会这样互相打一下吧？啊，没有啊。你们不打，你没有打过你男性朋友，对不对？没有。这么保守啊？别人对你太好，你会害怕吗？会有点害怕。我听说是不是有一个粉丝送过你一台车，然后你没收？对，之前有过，送了一个什么兰博基尼吧。天哪，你的粉丝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我怎么没出息？那你觉得身为一个歌手，你希望可以传达给你歌迷朋友最大的力量，或者是你最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就是随意的讲你想讲的话，随意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喜欢来听我的东西就来听，就像你新专辑的主打歌一样。对，就是你管我。对，就是我出了音乐，你们想听就过来听。如果你们不爱听，我不会硬拉着你们来。对，你喜欢我就来，你不喜欢拉倒。你要骂我你家的事。对，这个是永远不，你做的多好都会有人有意见，都会有2个。Give me 5。你真是我的花老师。你的正常指数是40%。对，好啦，今天真的很开心，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你就是很另外一面的，非常有想法跟深沉的，不是你这个年龄层会有的这种想法，因为你是个成熟的男生。谢谢你，谢谢。OK， 谢谢。结束了 ，OK， 谢谢。哇，太开心了，辛苦了，很可爱。没关系，谢谢。